金少侠，坦白来说，我活得不安心呐！啊！秦王，嬴政杀我族人，我夜不成寐。夜里，我常常想起我妻子和孩子的脸庞。我的心犹如刀割一般痛。我恨不得痛快地和秦军大战一场，就算死后曝尸荒野，我也不在乎。景少侠，你我此等交情，有什么话就直说了吧。太子殿下，我打算以大燕降服为理由，假扮燕使入侵，堂而皇之的上殿。此计可行。嬴政嗜土如命，要是我们以大燕最富庶的都抗两地为饵，便是荆如秦王，肯定也会心动的。除了都抗地图之外，荆某以为还需一物，才能取信秦国，得见秦王。哦，此物是什么？樊将军，这一物便是你。秦王以金千金，亿万户，向天下求樊将军之手。如若大燕表明愿意献上您的人头，秦王应当会信。太子殿下是真心顺服。妙计！此计既能解燕国之患，又能报我之仇。景少侠，佩服！来，我再敬你一杯。要是我樊无极这条烂命还能为天下的百姓和太子殿下做些什么，那我苟活至今也算是值了。景少侠，动手吧！大王，侍卫外发现魏军踪迹，眼下我大秦主力不在此，为保大王安危，请大王下令拔营撤寨。厉夫人回来了吗？还没有。厉夫人没回来，
我们绝不撤。大王，大局为重啊，请尽快撤离此地。李夫人没回来，绝不撤离，你听不懂吗？李夫人到。果然知道你会回来。启禀太子殿下，京少侠来访，说有要事要马上见太子殿下。他还说也邀约了田光先生马上来太子府。田先生，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先生，亲见秦王的另一件献礼准备好了。范将军，这是拿自己的命。范将军，无忌，本宫对不起你啊！樊将军，你要受太多痛苦，就过去了。参见王翦将军。将军如此姿态是来议和的吗？是。过来吧。将军，我大燕太子未经大王允许，擅自离秦，心中有愧，又惧于大秦军威，故不敢出兵相抗。我北燕将为大秦封上最为富庶的都抗之地，如秦之郡县，顺服于大秦。此乃太子殿下亲笔，所资为证，绝无虚假。
师弟，你不能杀嬴政。我的事，你别管。师弟，我的事你别管，别管我。师妹的孩子是你的。你说什么？天明虽然被当成秦王的公子在秦宫养育，但他的亲爹是你。荆轲，你才是他的父亲。你说，丽儿的孩子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是千真万确。你觉得我有必要拿这件事情骗你吗？你什么时候知道的？这孩子怎么会？这孩子是在丽儿入宫前怀上的，我当时也不知情，我以为是秦王的孽种，曾经动过念头想要杀他，但是丽儿告诉我，天明是你的孩子。我为嬴政生了一个孩子。师妹，大师兄，你说什么？我儿子，他叫天明。身为他娘，我必须要回到秦国。嬴政他对你，我要杀了他！你不能杀他！我要杀了他！他是我孩子他爹，孩子不能没有爹。所以你现在是嬴政的女人，你处处替他着想，是不是？难怪你一直替他说话，处处维护着他。就算我能杀了嬴政，又能如何？丽儿怎么办？嬴政死，我被抓了，他一个人能出得了王宫吗？更何况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？还有他和嬴政的孩子，是不是？他舍不得那个孩子，是不是？你一定要相信，丽儿真的是为了你好。不管你怎么想，丽儿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师妹，这些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他为什么要骗我？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实话？丽儿确实想过让你和天明相认，但是即便是相认，又能如何？当时天明还在襁褓之中，且不说如何把他带出宫，就算是能远走高飞，秦王又会放过你吗？师妹她不想让你痛苦，更不想因为自己和天明误了你的前途。她心里始终还是念着你。念着我们公孙一派的未来。当初，他不就是因为你，才牺牲自己入宫的吗？你想想，若是你知道天明的存在，还有可能达到今天的境界吗？师弟，你不能去刺秦王，因为秦王也知道，天明是你的孩子。你若是去了，就是把天明和丽儿往火坑里推。你若是对丽儿还有一点心思，这件事，求你听我一次。师兄，如今说这些，
已经晚了。什么意思？金大哥，金大哥，你昨晚不是跟樊将军喝酒吗？怎么屋里都是血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杀了樊将军。传王翦将军令，有要事向大王禀报。大王正在此，呈上来吧。你在此等候。是。禀大王，王翦将军有要事禀报。燕国要归降，他们将派使者来擒。对于丽儿来说，她牺牲自己，在宫里度过一生，成就你的剑法造诣，最后，再因为你和太子丹的一意孤行而死，这就是她的命是吗？荆轲，师妹这一辈子都在为你担忧，而你呢？你什么时候替她考虑过？啊？你若真的理解她，岂会误会她这么长时间？啊？如果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命运，我希望不要让天明重蹈覆辙。这药太苦了，让太医再熬药。这汤药都已经熬了3次了。这是我喝过最不苦的汤药了。若是大王再嫌苦的话，可就是强人所难了。以前喝药怎么没觉得苦？那是因为大王以前太爱逞强，所以才不会觉得苦。来，快点把这汤药喝了，身子才能快点康复。是，夫人说的是。寡人这就喝。在寡人昏睡之际，李仲是不是来找过寡人？是。魏魏大人确实有事要向大王禀报。是什么事？难道是对魏韩出兵出了什么状况？你看你，才刚醒过来，身子都没恢复，就开始问国事、军事，你还是等好些了再来操心吧。寡人好得很，你快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要再不说，我今天又睡不好了。魏魏大人前来向大王禀报，说燕国使臣前来归降之事。魏魏大人以为不妥，
担心其中会有诈，不知大王是否想要回绝燕国？确实如此，燕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其实，在大王康复这段时期，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前几日，燕国来信，说燕国使臣前来归降，不但会交出督亢地图，还会交出樊无忌将军的人头。樊无忌死了，他与燕丹向来交好，难道真的为了归降，将他杀了？燕丹与樊无忌情谊颇深，我初听之时也是难以置信。但是秦军缉拿樊无忌将军之事，六国皆知，燕国应该不会拿此事来隐瞒。大王，其实我有一事向大王相求。你说吧。如若燕国使臣前来觐见，大王可否不再派兵去攻打燕国？我不想再有战争，更不想再有人因此而伤亡。看来这世上唯一不变的，只有寡人的利基。你放心吧，我答应你，若是燕国真的来归降，我就保他大燕太平。谢大王。寡人才要谢谢你。在寡人昏睡的这段时间，你一直照顾着寡人。如果没有你，也许寡人早已死在邯郸。参见大王。都起来吧。谢大王。大王大病初愈，贵体金安，强健如昔，此乃大秦之福，臣倍感万幸。寡人卧病之时，我大秦的朝政就有劳重卿了。李斯，臣在。伐赵之后，其余诸国可有什么消息？启禀大王，灭赵之后，王翦将军已屯兵于燕界中山附近。除了燕国送来降书以外，魏、楚等国皆毫无动静。以微臣之愚见，赵王之后，燕、魏、楚等国必然惴惴不安。如今尚无动静，必是在静观其变。为了防患于未然，臣已经派出密探前往燕、楚两国收集信报。要是他们胆敢轻举妄动，我大秦必将占得先机。很好，诸国之事就交给李卿了。仲卿，可还有其他话要说？大王，我大秦境内人心澄平，百姓丰衣足食，黑旗军士气昂扬，国力日强一日。只是当今朝政存一隐忧。说来听听。前日大王卧病多时，宫中总弥漫着一种不安的气氛。除了关心大王玉体，臣以为
这种不安，是源自于大王籍贯近10年，不循前朝作风，既为立后，又为立储所致。立后乃属后宫之事，臣不便智慧。然立嗣定储，却将牵动大秦朝局。当大王不侍之时，朝廷人心便难安。因此，臣恳求大王审慎考虑立嗣。至于立嗣之事，寡人倒是从来都没想过这个问题。不过昌平君所言，却也有道理。寡人13岁即位，现在的几位公子，都也到了这个年纪。大王的公子，按长幼来说，分别是长公子扶苏、二公子子婴、三公子天明。臣是扶苏公子的太傅。依臣之所见，长公子聪颖好学，奋发向上，兼之身为嫡长。若立长公子为王储，公子日后必能成为一位善采谏言、广纳民意的明君。昌平君这个老头大力举荐扶苏，还不是因为扶苏有楚人血统？不过昌平君这步棋走的真是急了点儿，以大王多疑之心，怎会不知道他皮里杨秋？好，寡人知道了。不过立储乃是大事，寡人会好好考虑的。诺，臣明白了。这么说，大王并没有表态要立扶苏为太子。是。看起来，大王有可能是偏爱天明公子之故吧。不过大王即使偏爱天明，但事态的变化，也未必容许大王这么做。您看，大王一直想要立骊姬为后，但一方是朝堂的反对，另一方是骊夫人本身也不乐意。大王再怎么心心念念，立后之事也是白忙一场。正所谓，这世上最难算的就是人心。本宫刚入宫时，就是太过天真，以为有着母国的依仗，又有华阳祖太后的独宠，就能稳坐大秦的后位。结果落得被人暗算，被贬了位分，命差点都搭进去了。正所谓人心难测，防不胜防，也就是如此了。看来夫人重返夫人之位，已经不同以往了，深知后宫生存之道了。本宫原本一心想搞垮骊夫人，结果没想到，害我最惨的却是闵代，助我回夫人之位的，反而是骊姬。所以，现在我也不想跟他争个高低，后位也罢，太子之位也罢，只要能和平相处，也就好了。不过，夫人，现在是东山再起的好时机。你我都和扶苏亲近，您是抚养扶苏公子的母妃，本官则是他的太傅。若将他助上位，之后咱们可是享用不尽呐。大王今日上朝，身子感觉如何？寡人觉得恢复的差不多了，这必是夫人悉心照料的缘故。对了，今日上朝，昌平君向寡人提议，要寡人早日立储。立储？大王身子一向健壮，这次一病，大臣们肯定也都慌了。
有如此提议，其实也不令人意外。今日朝臣一提，寡人认为，立储势在必行。这么说，大王心里已经有主意了？其实，寡人想立天明为太子。天明？但扶苏公子才是嫡长子。再说扶苏公子，他聪明细心、善良宽厚，岂有不立扶苏公子为太子的道理啊？善良宽厚，并不属于当君王的天柄。扶苏性格太过温和，不如天明果断直率。若以君王论，天明比扶苏更合适。更何况，寡人还从别的层面考虑。什么意思啊？扶苏母妃早逝，又身有楚人血统，自小受祖太后悉心照顾，又与楚夫人关系密切。昌平君身为我大秦左相，又是扶苏的太傅。若是扶苏当上太子，寡人担心，这昌平君又会是下一个吕不韦。大王这么想，也并非没有道理。只是，臣妾以为，天明对王位没有半点心思。天明才9岁，你何以这么想？天明他生性喜欢自由，痛恨被束缚。他读经史子集不行，但如果让他举弓去野外抓几只兔子，倒还难不倒他。再说了，天明他生性非常淡泊，不喜与人争斗。如果将来让他登上王位，如何让他在这复杂的政权当中生存下去啊？寡人倒不这么想。以他的性格，若是确定目标，将会倾尽全力达成。他日若登上王位，定会扫除一切障碍，带我大秦走向巅峰。但是臣妾实在不想让天明卷入这场权谋之争中，实在是太残酷了。来，王权这回事，不是你想要，而是你非要不可。只有登上王位，才能保护自己，保护自己身边的人。丽儿，寡人或许不能保护你一辈子，但若天明是太子，他就能名正言顺地替寡人保护你。如果只是为了保护母妃，才让天明当上太子，我是绝对不愿意的。其实我是替天明担心，更何况天明他没有半点嬴氏血统，我思来想去，还是觉得不妥。这你不用担心，你忘了，寡人也没有嬴氏血统。你看我便可知道，只要掌握了大权，就算所有人都知道你不是嬴氏血统，也没有人敢说半个字。要紧的不是你是谁，要紧的是你在不在这个位置上。丽儿，寡人知道你对王位从不在意，但是许多事，冥冥之中自有天注定。就像寡人期待着这一生与你相遇，看似遥不可及，但还是实现了。如果天明注定是我大秦的太子，他定然走到这一步。
左相大人，你也知道，曾经本宫要对你下毒手。怎么，你今天是来劝说，让本宫和你联手扶持扶苏吗？此亦是也，彼亦是也。曾经的敌人，也能为今日的利益结为朋友。其实不瞒夫人，近来各国情势丕变，大秦霸主地位不可撼动，征战天下，所向披靡。为了我大楚兴亡，近来微臣也不得不开始谋划了。左相大人，此等要事不可妄言。你知道，如果让大王或者别人知道，串通母国，就是死罪一条。本官之所以告诉楚夫人，无非是因为暗中观察夫人多年，自打夫人入秦之后，对母国之事心心念念。说起来，起初和祖太后联手力争后位，也是想为大楚多谋些筹码。所以，只要论及母国，本官相信夫人绝不会出卖我。大人所言甚是，只可惜本宫不够争气，把后宫之事想得太过简单。华阳祖太后在世之时，为本宫之事多所烦忧。说起来，左相大人，你也是楚国公子，只是自幼生长在秦国。本宫实在从未想过，你对母国还有这般心思。夫人，如今后宫最有分量的，当属厉夫人和您。厉夫人向来不涉党争，想必对厉楚之事不会太上心。而您是抚养扶苏公子的母妃，和扶苏同有楚人血统。若是你我联手助扶苏成为太子，夫人之位便会更加牢靠，那对大楚未来将有深远的裨益呀。依大人看，现在还有他人想争夺太子之位吗？扶苏作为嫡长，确实有优势，朝中各臣也都表达支持之意。大王说要思虑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万万不可轻举妄动，否则本来占有上风的我们，也可能变成失势的那一方。原来支持我们的臣子，也会怀疑我们图谋不轨，别有用心。那时候，可就前功尽弃了。好。左相大人，立楚之事，本宫定会全力支持大人。本官先谢过夫人。敬少侠，你此次远行秦国，路途遥远，虽说你借大燕使臣之名，降秦之举，恐怕不见容于吴国。老夫考虑再三，与秦少侠商议，就让他和你一同前往秦国。万不可！
刺秦一事，有死无生，我不愿多一人陪我送死。荆轲，谁说要陪你去刺秦了？我不过陪你旅行，出行到秦国而已。等你进了咸阳城，我一个人再找个理由溜回来。你放心吧。秦舞阳，此行九死一生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你当我何许人也？我在江湖上号称万事通，有我一路跟着，包你一路顺畅。更何况荆轲，你还欠我一招剑法。若是你一去不复返，我秦舞阳可不亏大发了吗？当然要缠着你教我剑法为止。行，你便跟着我吧。但是，答应我，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保命最重要。你放心吧，我秦舞阳什么都不行，苟且偷生最在行了。既然此事已定，老夫也就放心了。荆少侠，此次远行，老夫不能随你而去，你就尽力而为吧。无论是成功失败，千古留名。我与太子殿下今生今世感恩你对燕国的厚德。先生，荆轲，你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完全是田光的责任，所以今天我要说一句，抱歉了。我还要说一句，多谢了。先生，万不可！先生，请起。老夫还有事情要跟太子殿下商讨，告辞了。荆轲，秦少侠，珍重。田光先生这是怎么了？怪怪的，怎么说的跟生离死别似的？也对啊，你此行这么危险，田光先生与你亦师亦友，还有所感慨，也在情在理。田光先生，本宫不能让你这么做。殿下，我们已经商议多次了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但是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没有其他的办法，除非我死。秦王是不会相信荆轲的。有了都抗地图，再加上樊将军的头颅，他岂能不信？殿下，你认识嬴政多年，理应了解他多疑的性格。如果我还活着，他就一定会猜到所有的事情都是你我一起策划的。但是，如果我死了，把消息放出去，就说我田光得罪了太子殿下而被杀，所有叛秦一事的责任都推到我一个人的身上。如此一来，荆轲去秦，便不会有人起疑心了。就算失败，这把火也不会烧到太子殿下和燕国了。本宫明白，但这件事我们再说吧。先生，你快起来。
先生。先生，先生，殿下，燕国和天下就交给你了。天光，死而无憾。先生，荆轲。 先走一步，黄泉路上等你。先生，先生。住手吧，高大哥！你难道没有发现我已经手下留情了吗？我不会停下来的。就算是死缠烂打，就算是打得再难看，我也要阻止你去送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不明白？我就是要杀了秦王！我恨他。 我恨他灭了我魏国，恨他害死了我师父，恨他害那么多人家破人亡。这份仇，就由我荆轲给他们报。你们谁都别拦着我，我必须去！呀！ 荆轲，既然是为了天下，那就全力以赴，不留悔恨。姐姐近来如何？还好，就是
有些想家了。我们南楚啊，天暖雨多，到了春天的时候，处处都开花。入了夏，宫里处处都是新绿，朝气蓬勃的。不像这秦宫，周围都是沙漠，连个园子都没有，不是苦寒就是酷暑。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，祖太后还在园子里种花，她说，闻到了花香，就仿佛回到了家。姐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啊，没有。一想到母国，就想回去看看，一时感慨罢了。是不是楚国那边有什么事让姐姐烦心了？丽儿啊，姐姐以前做了很多过分的事情，你能不能都原谅我呢？姐姐，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。丽儿心里也明白，当初姐姐为难我，还不都是为了祖太后和楚国？姐姐的心思，我何尝不明白呢？那就是原谅我了。我心里宽慰多了。哎，对了，这些都是我从南楚带来的。入了宫这么多年，也没好好照顾你，你收下，就当是我的一份心意。这怎么成呢？姐姐，这些可都是你的家传之宝。再说，丽儿刚才也说明了，丽儿心里真的没有记下那些事。我这个俗气的公主，除了这个，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送给你了。你要是拒绝，就是拒绝姐姐的心意。姐姐，是不是真的有什么心事？你可以跟丽儿说啊。有时候回头想想，觉得人真的是很渺小。不管怎么努力，怎么拼搏，也改变不了这世间的局势和命运。以前母后总说我个性强，说如果我身为男儿，不是成王就是丞相。没想到到了这个年纪，就体会到了，如果身为男儿，或许还能为我的母国做些什么。丽儿，你是个奇女子，眼界不凡，又有武艺在身。如果你是一个男儿，你一定是一个身手不凡、举世闻名的大将军。只可惜你现在身在秦宫，委屈你了。丽儿，听姐姐一句话，不管大王如何盛宠你、疼爱你，你永远都要记得，为你自己留一条后路。不要尽信他说的话，因为在他的心中，他没有真正的相信过任何人。对像他这样要雄霸天下、成为千古一帝的人来说，任何事物只要与他的利益相违背，都是要被牺牲的。即便是他最爱的嫔妃、臣子，甚至亲人都不留。即便他平时在你面前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，那都是因为他隐藏着太多肮脏的秘密，不为人知罢了。姐姐，丽儿，你保重。
记住我说的话。金青，秦青，请。金青，我有幸请到魏大侠，护送你到咸阳。太好了，那就有劳魏大侠了。田光田老爷子呢？他不是最挺金少侠了吗？这么重要的日子，怎么没看到他？田光先生他出了远门。远门？去哪儿了？怎么挑在这个时候？田光先生交代，金少侠，他会在那边等你。在哪边？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呢？两位勇士，本宫先干为敬。太子殿下，荆轲此去，生死未卜。我敬太子殿下一杯，第一杯酒。金少侠，为了燕国，为了燕丹，做出这样的牺牲，我实在无以为报。望来世，金少侠为君，丹为臣，让我来服侍你。太子殿下，其实开始我答应去刺秦，并不是为了燕国，也不是因为你。而是为了天底下那么多在秦王暴政欺压下惶惶度日的百姓。然而你呢？你也不是为了燕国，不过为一己私欲罢了。我现在看清楚了，你之所以把什么天下大义挂在嘴边，不过是为了让自己好过一点罢了。您说是吗？太子殿下，大王到！荆轲他说的对，我杀他不光是为了万民，还有我恨他入骨。至秦那些年，我与他同为王族，但身为质子，处处受人轻贱。谢大王。燕丹。我告诉你，等到500头马生角，到那个时候你再走吧。我杀他是为了燕国，更是为了我自己。不过现在，我还是要感谢你，帮我创造了杀嬴政的机会。不管为了谁，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。您说是吗？太子殿下，我再敬您一杯。夫人有何事求见？大王应当明白，臣妾为何上殿，不是吗？大王，
暗中向楚国递送密信的主使，就是臣妾。臣妾遣人窥探大秦战略，制成密信。此举已有年余，如今此事已被查获，臣妾深知犯了叛秦大罪。大王要杀要剐，若儿绝无二话。夫人方才说的，可是真话？臣妾何须为了寻死而欺瞒大王？你不是为了寻死，你是为了保护某人，对吧？寡人知道，暗中向大楚递送密信不是你主使的。若儿，若是你能在大殿上向我坦诚一切，寡人不是不能原谅你。公主出嫁，两国联姻，臣妾从一开始嫁到秦国，说白了，为的就是我大楚的利益。这些年来，臣妾汲汲营营求取后位，为的也是我大楚的利益。如今事已至此，想必大王也不会再疼爱臣妾了。那么，是被大王打入冷宫，清冷孤老，还是被大王以死罪处决，寻个痛快？又有什么区别呢？若儿，是寡人对不起你。自从你入宫以后，寡人就没有好好疼惜过你。因为在寡人心里，你不属于寡人，你是属于祖太后的。无论你再怎么努力向我示好，在寡人心里，自始至终都无法信任你。这个道理，你应该懂吧？如今和昌平君比起来，寡人确实不需要你了。中常侍，微臣在。你去准备准备。送夫人上路。诺。大王，若儿，寡人给你最后的仁慈，就是不让你受那么多痛苦。待南楚被灭之后，寡人会将你的骨灰撒在你的故土上。
荆青，一路珍重。太子殿下，我的朋友来送我了。我们就此别过。就此别过。走吧。孝孝息，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探虎学兮入交宫，仰天呼气兮称白虹。战！起来。能为自己的母国而死，我此生便是无憾了。夫人，
相反，我倒觉着从未有过的幸福。这个质子你还记得吧？这是母后留给我的，我从楚国一直带到了秦国，这么多年，一直带在身上。今天我把它送给你，睹物思人。以后你看到它，就当是看到了姐姐。夫人，拿着。夫人，拿着。再过半个时辰，你就让工人进来吧。你就不要来了，姐姐怕你看到我的脸会害怕。夫人，我不走。夫人，别哭了，你哭得真的很不好看。夫人，夫人，我不走。走吧。夫人，我不走。夫人，走。夫人，我不走。走。若儿这一生，只恨自己不是男儿身，不能为大楚、为母国驰骋沙场，抛头颅，洒热血。这是我唯一能为大楚做的最后一件事。生为楚国人，死为楚国魂。父王、母后，若儿来找你们了。佑我大楚早日兴盛。臣妾参见大王。夫人近日不是沉迷于兵法之中吗？寡人听闻，连扶苏和天明叫你去西山打猎，你都没有兴趣，怎么突然来看寡人？听闻大王处死楚夫人，别说是看书了，臣妾连饭都吃不下。大王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楚夫人她真的叛秦了吗？重要的不是谁叛秦，而是由谁来抵这个罪。
所以，大王即便知道不是楚夫人的错，但还是要处她死罪。大王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楚夫人她是无辜的。夫人，你要知道，这短短数月，先是楚幽王突然驾崩，他的王帝登基不到2个月，便被异母兄复除夺位。如今正是南楚政治动荡不安、人心惶惶之时，我大秦要灭楚，这是迟早的事。既然如此，大王为何非要楚夫人死不可呢？因为如果寡人纵容叛秦，便是我大秦纵容政敌异己。如今正是兼并天下的存亡之际，寡人不能在这个时候犯错。此时此刻，我不会让天下人以为我大秦有稍许松懈，否则便会功亏一篑。原来是因为大王要兼并天下，所以不过是死了一个楚夫人而已，那又何妨？如若有一日，大王也会像牺牲楚夫人那样牺牲我，对吗？不管大王如何盛宠你、疼爱你，你永远都要记得，为你自己留一条后路，不要尽信他说的话。丽儿，寡人还有些公事要办，要不然我们改天。臣妾今日想要早点回去歇息，就不叨扰大王了。臣妾先行告退。大王，臣收到密报，燕国使臣荆轲已经出发。好，传令各司，备战攻燕。诺。厉夫人，微臣参见厉夫人。有什么事吗？厉夫人，许久未见，能否借一步说话？中常侍大人，我跟你应该没什么好说的。若无事的话，本宫先行一步。夫人，赵高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让开！我有您师兄韩申的口信，您难道不想知道吗？大师兄，我是丽儿。大师兄，师妹，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还好。你呢？你还好吗？你这么久都去哪儿了呀？四处走走看看，有时候会突然想起我们年少的时候，和师父一起云游天下的往事。能再见到你真好。对了，天明是不是长大不少了？嗯，他都已经9岁了。我在想，他如果再见到你的话，应该已经认不出你了。
师兄，你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吧？师妹，你知道燕国要向秦国献降吗？大王几个月前曾经同我说过。说实话，我有点想不明白，燕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，要突然做这个决定。而且以燕太子丹的性格，我觉得有些诧异。师兄，你是有燕国方面的消息吗？到底是有什么事情啊，这么难以启齿的？燕国派来的献降使者是师弟。什么？师妹，你应该比谁都清楚，师弟他不可能向秦王屈服，所以此次献降其实是为了刺杀嬴政。如果荆轲刺秦成功，秦国必定大乱。这些年，宫中针对你的人不少。之所以你和天明能够安然无恙，是因为嬴政在。但嬴政一死，你没了庇护，就不能再待在这儿了。如果荆轲刺秦失败，秦王必定会向燕国报复。天明是荆轲的骨肉，你认为他会放过天明吗？但是，我……师妹，我已经让师弟知道，天明是你们的孩子。什么？丽儿，跟我走吧，我带你离开秦宫。为了天明，为了你自己，这次你真的必须离开嬴政。秦王他口口声声要统一天下，给天下万民真正的和平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样的和平是建立在多少鲜血、多少尸体之上？如果这就是嬴政所要的和平，他不过是想把天下变成一个大坟场。你是个好姑娘，你怎么能跟这个暴君在一起？离开！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大王，臣是否听错？您是想立天明公子为太子？正是如此。寡人思虑多日，觉得天明才能继承寡人的王位。扶苏姓温，子婴鲁莽。天明兼两者之长，最有王者风范。臣以为不妥。恕臣直言，扶苏公子乃为嫡长子，继承王位是天经地义。若立天明公子为王储，恐难以服众。服众？我秦王立嗣，从来不需要听他人意见，哪怕周天子复活也要住口。寡人何须服众？大王，众服则心同，心同则力强。昌平君，你平日里异常安静，怎么今日话特别多？莫非
你是别有居心。廷尉大人，你在说什么？哼，没有什么。只不过，我想也是，你苦心多年筹谋的计划，如今一朝破灭，当然要极力争取，你说是吧？哼，什么计划？廷尉大人，你莫要随口诬陷。以楚人的身份当上左相，又是公子扶苏的太傅，多年来，你以自己的思想去刑述公子。等到公子扶苏当上秦王，你就可以挟大权以治天下，维护你大楚之利益。你心里面不就是在盘算着这些计谋吗？本官有说错吗？你少血口喷人！本官从来没这么想。是吗？不过我怎么看，都觉得你力荐扶苏，只不过是师法吕不韦，想当上秦国第2个重父。昌平君，你别以为你让楚夫人出来顶罪，我们就不知道你身在大秦，心在楚。你分明就是有叛秦之心。你没有必要推脱狡辩了。大王，微臣绝没有此想法。大王，微臣只是为大秦未来才……够了！你给寡人听好了，从今天起，天明就是王储，此事不容再议。昌平君，你有没有叛秦，只有你心里清楚。寡人的容忍也是有限度的。大王恕罪。赵高，微臣在。准备大典，则即日行礼。诺。请大王息怒，容以上级跪体。这个昌平君，寡人饶他不死，让楚夫人替他顶了叛秦之罪，他竟然如此大言不惭，公然违抗寡人。他那副嘴脸，分明就是权欲攻心，寡人容他不得。还请大王三思。昌平君乃朝中左相，又是楚国的公子，大王的往舅，在楚秦2国人脉紧密，若此时将他随意处死，恐怕对我大秦不利。如今我大秦主力军都在东北方，若此时南楚入侵或与北魏联合，我大秦还真未必占得了上风。也罢，魏魏说的没错，他在我朝中尚有用处。寡人就先饶他一条小命，待我秦国休生养息，重整军务。他要是再敢如此猖狂，寡人就将他与南楚一起灭了。大王英明。大王，坦白说，臣还有一事不明。说，臣实在看不懂，大王为何不顾众臣之见，坚决要立天明公子为储？天明确实比其他2位公子更合适，更何况，寡人若是立天明为太子，天明便一日不可离秦。只有天明不离开秦国，厉夫人才会永远留在寡人身边。经过了这些年，厉夫人好不容易对寡人有所改观。丽儿和其他嫔妃不同，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束缚她。在这个世上，她唯一割舍不下的就只有天明了。寡人要立天明为太子，现实上看，丽儿无依无靠，从情感上，也只有这样，她才能永远留在寡人身边。原来我入宫这么多年，
他还是不相信我。无论我怎么维护他，为他辩白，最终他还是要拿天明来威胁我。天明对他来说，永远只是一枚棋子。我真是个傻子，我真傻。过来做。臣遵命。来。但是厉夫人从来不介入党政，在朝中又为积蓄自己的人脉。然而扶苏公子有昌平君跟多位重臣撑腰，臣担心两位公子长大以后，难免不会有人暗中扶持扶苏公子夺嫡。这正是寡人想要的。大王，这是何意？立天明为嗣，一方面是永远保住厉夫人，另一方面，寡人就是要让扶苏随时保持警戒性。扶苏性格太过温和，若是太早的立他为太子，只怕他养尊处优，更不思上进。要是寡人立天明为太子，再好的兄弟情都会有嫌隙，他们互相争宠，以寡人为尊。更何况，扶苏本就是嫡长子，寡人就是要利用天明来刺激他，也许他才会有所长进。所以大王的意思是，多年之后，大王仍旧会立扶苏公子为太子。那是自然。天明若登上太子之位，这朝中宫中会有多少人想将他拖下来？要是一旦被人抓到把柄，不仅是废黜，甚至连性命都难保。原来，大王一直对天明公子的出身心有芥蒂。难道他对天明的爱都是做给我看的？如果天明能是寡人的骨肉，该有多好！天明确实聪颖可爱，对寡人也犹如生父一般。但是，他毕竟是骊姬和那个人生的孩子。这些年，寡人心中隐忍不发。但只要一想到他们的血缘关系，寡人就如同有一根针，一直扎在心头一般难受。只要那个人还活在世上一天，骊姬心中就永远都有他的位置。这是寡人万万不能忍的。寡人一定要先除掉荆轲，也只有这样，丽儿才会永远在我身边。
太医，弄死府主泰儿！你要杀他，你就先杀我。他是个孽种，他是我的孩子。你不要忘了，是寡人让你生下那个野种。他不是野种，他是我和我师兄。你如果想留下他，你就必须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寡人的孩子。要是寡人立天明为太子，再好的兄弟情都会有嫌隙，他们互相争逐，以寡人为尊。更何况，扶苏本就是嫡长子，寡人就是要利用天明来刺激他。不管大王如何盛宠你，你永远都要记得，不要尽信他说的话，因为在他的心中，他没有真正的相信过任何人，任何事物，只要与他的利益相违背，都是要被牺牲的。在想什么？没想什么，臣妾只是在发呆。丽儿，寡人想了很久。今日在朝堂上，我已经宣布要立天明为太子。寡人认为，只有让天明继位，才能让你和天明在我大秦得以安居。大王若是如此坚持，丽儿心存感激。若你能这么想，也不枉费寡人的一片苦心。那是最好。你知道吗？寡人心心念念的，就是希望你能永远留在寡人身边。我已让中常侍去准备天明的立储大典。到时候你看看喜不喜欢？嬴政，你还在欺骗我！我不会让天明成为你的妻子。母妃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身子不舒服？没事，母妃只是倦了。母妃，您既然倦了，那我就陪您回房歇息，好不好？好，天明真乖。天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在宫外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啊？母妃为什么突然这么问？没事，只是问问。对了。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母妃跟父王吵架，我就随韩叔叔出外住了几天。对了，母妃，你该不会又和父王吵架了吧？母妃，这次状况和上次不同。对了，天明，我记得韩申叔叔曾经答应过你，想要教你钓鱼，教你武功。如果韩申叔叔回来了，你想不想出宫跟他玩几天？金大哥，狼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其实你们一出门，我就跟着你们了。
只不过到现在才赶上。魏大侠呢？他怎么没有跟你们两个在一起啊？兰儿姑娘，我们马上就到咸阳了，魏大侠的任务也完成了，所以就先行一步了。你为什么要来？我想了想，你们这群大男人我不放心，所以我决定你们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。你回去吧，这里不需要你。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，反正今天你就算拿鱼肠剑砍我，我也不走，我跟定你了。你别闹了好不好？我没闹。兰儿姑娘，你是不是太想念我秦舞阳了，所以才来这儿的？说实话，少了你在旁边七嘴八舌吧，我还真有点不习惯。算是本姑娘有那么一丁点儿想你吧。你终于看到我秦舞阳的好了。哎，你要干什么呀？你想抱我呀？你得寸进尺吧你！哎呦，你这手多脏啊！多久没洗了？要注意形象礼仪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刚才太激动了。太激动你就想抱我呀？脸皮真厚，还想碰我，真是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大王，荆轲已到秦国，不过，大王真的要亲见荆轲，还是已经设好陷阱，诱他入宫？你是怕他杀了寡人？荆轲武功太高，剑法更是神出鬼没，即使是我魏某，也没有自信与他当面对决。我是担心大王。魏庄，寡人如果连直面荆轲的勇气都没有，那么寡人就不配做我大秦的王。他夺走了我心爱的女人，这笔债是时候向他讨回来了。寡人要亲手杀了荆轲。丽儿，跟我走吧，我带你离开秦宫。为了天明，为了你自己，这次你真的必须离开嬴政。大王到！大王。怎么了，夫人？脸色这么差？想必是有些累了吧。我给天明做了件衣服，想让他春猎时穿。大王，我想跟你说件事。你说。我大师兄他回咸阳了。之前他就承诺过要教天明习练武功，所以我可以带天明出宫吗？让他们俩叙叙旧。寒参是前几日大师兄写信来告诉我，我才知道的。大师兄他离宫这么久，天明也都这么大了，想起曾经大师兄在宫中也是竭尽全力的保护天明，说起来就像他义父似的。寒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回来？这件事会和荆轲有关吗？大王他会相信我吗？若是他不让天明出宫，我又该怎么办？当然可以，但是安全起见，寡人会派一支虎贲军保护你们。谢大王，我们会小心的。
曾经繁荣的赵国，如今落得这般光景。如若荆轲此番刺秦成功，赵国的情况恐怕会更糟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夏侯阳还有可能会赵国吗？哎呦，求求你了，大人，求求你了！老身就这么点银子，你要是拿去了，你说我该怎么过呀？求求你了，放过我们吧！你少啰嗦！现在人人自危，银子哪里能买到粮食？还不如上缴给咱们丹鼎门，用来重建赵国。放手！哎呦，大人呐，大人，我家里还有孙子要养呢，儿子儿媳妇都死了，后面的日子怎么过呀？放手！哦，大人，求求你了，大人，我求求你！磨蹭什么呢？大人，赶紧把银子给我收上来，回去也好给师傅有个交代。但是这个死老太婆，她老是缠着我。一个老太婆都能挡住你的去路，求求你！你练功夫干嘛使的？谁这么大胆？走开！阻拦大人我！葛聂，想不到丹鼎门的人还敢回到老巢，也不枉我来一次赵国。葛聂，你想干嘛？当然是痛打你们一顿，然后逼你带我去找夏侯鞅。兄弟们，上！来，天明。师妹，大师兄，天明，快叫韩叔叔。叔叔，天明，长这么高了，你还记得韩叔叔教过你钓鱼吗？那时候你还小。叔叔，对不住，我忘了。没关系，以后啊，韩叔叔有的是时间教你。天明，咱们去那边林子里，叔叔教你几招好不好？嗯，好。站住！站住！母妃，母妃怎么了？母妃，师妹，你带天明先走。好，天明，快走。嗯。韩申在此谢过，后会有期。走。母妃，天明，天明，从现在开始，母妃说的话你一定要全部都记住。从今天起，你就要离开秦宫了，你要跟韩叔叔一起生活了。母妃，我不要离开你。天明，不是母妃不想和你一起生活，只是母妃无法再继续陪你成长下去了。因为你跟母妃一起，你就会有危险。只有你跟韩叔叔在一起，母妃才会安心。天明，从现在开始，母妃说的话你一定要全部都记住。你爹叫荆轲，母妃希望你长大以后可以成为和你爹一样侠义忠信之人。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都要开心的活着，不要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，好吗？我不要离开你。你不是说你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吗？
跟寒山叔叔在一起，你就可以自由自在了，好吗？丽儿，安全了，我们走吧。大师兄，我不能跟你们一起走了。事情都是因我而开始的，我绝不能在此刻抛下一切离开。为什么？可是你把天明带出宫，你自己再回去，嬴政不会放过你的。不行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回去。大师兄，丽儿心意已决，你就快带着天明走吧。一会儿他们追来，你们就走不了了。可是不是说好的一起走吗？师兄的大恩大德，丽儿这辈子都无法忘记。丽儿，天明，天明，天明，听话啊！抬头望，天色又将晚，期许了蓝色的心愿。走吧，大师兄。竹林间，落叶光丝线。听话，天明，乖。记得点赞关注哦。